大家好，我是商哥。大家可以看到啊，商哥的这个账户终于开始盈利了啊！哈哈，这个礼拜的这个走势啊，大涨4.45%，终于是超过了咱们的标普500啊。要有个 benchmark 啊，商哥的话，那个默认标普500，咱和纳斯达克比一下也行啊，也超过了，对不对？但是像有的人啊，老李之类的，他自己啊，他就没有 benchmark， 所以说呀，他怎么讲，只要他盈利，大家就好。关于老李这个 benchmark 这个东西，咱们过一会儿再讲啊。先讲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 IBM 啊，4%到5%的这个大部分的贡献啊，是微软和 IBM 这两个股票啊贡献的。其中 IBM 虽然仓位占得很小，但是贡献比大呀。这一个礼拜啊 光 IBM 就涨了能有 30% 啊。商哥入场价是250，对吧？最高是330，将近340。可以看一下啊，我们 IBM 现在仓位只剩14股了啊。当时定的 IBM 的计划就是占微软的1/3，所以说咱商哥也是严格按照计划走的啊。中间呢，商哥是有操作啊。上周五29号啊，这一天大涨，咱商哥卖了一部分啊，290多卖的。昨天冲高啊，又冲到了将近340啊。商哥也是333块钱卖的，这还不错吧？商哥在买的时候也做了一个 T 啊，当然他提前启动了这个 IBM 这个东西吧，它不讲武德，5月21号就启动了。商哥在5月18号的时候还在看啊，5月18号 VZ 直接买了9000啊，对标微软的话是3:2:1啊，结果 IBM 当时还在看呢，21号。一个大阳线给我打上来了，我操！我这一看不行 ，IBM 还是赶紧买了吧。其实买的还算是不错，咱持仓成本是251啊。那现在的话330，也差不多将近30%啊。如果按照商哥最高点卖的话，333的话是30%多。当然商哥卖了一部分啊，卖了一半。为什么不完全卖啊？商哥已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相关性分析啊，这边就不多讲了啊。在这个页。主要是上周的一些操作啊，我觉得还是很经典的，尤其像 IBM 这个股票啊。5月18号咱们观察啊，咱没建观察仓，哎呀，真后悔啊！如果咱花2股2手啊，像老李那样建个观察仓，是不是这一段我就吃到了啊？220的时候，我操，真后悔！220到250，一股30块钱呀，我2股就是60。对不对？哎呀，后老悔了。所以说这个观察仓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你观察的时候，你确实建也挺好的。但是商哥很可惜啊，当时没建啊，操！直接到了5月21号，他一个大阳线打上去啊。当时一个消息就是量子 IBM 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啊，一个消息打上去。然后这2天，昨天又有一个什么消息呢？是说什么特朗普的一个半年前的一个视频啊，然后到处传，然后把 IBM 也拉了10%几啊。你说这3天，大家如果说只盯着消息去炒股的话，有用吗？你肯定是滞后的呀！啊，你想一想，这个消息放出来是让你买的吗？对不对？大家看，商哥从讲微软啊。这一张表从4月份开始建仓到6月份，我们最关注的做这种买卖点操作，最关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量，咱就直接实战边做边改啊，告诉大家整个的这一个美股的这个复盘与信号啊，与交易计划这些怎么操作啊，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反而像一些消息啊，特朗普和伊朗又谈的怎么样啊，这些东西商哥从来就没看啊，不需要看。但是为什么商哥就能买到 IBM 啊和 VZ 这样的好股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商哥的 portfolio， 严格按照这个分配比例，自从加入了 IBM 和 VZ 之后，整个的这个组合的盈利啊，尤其在这几天它在扩大。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分析的好了之后，你消息
它只是一个你的整个的组合波动的一个放大器啊。所以说，但是它当然你要考虑到有坏的消息，对不对？你如果当有坏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尽量让这个风险配比尽量降低，也就是降低它在下跌时候的波动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组合的相关性纯的这种图表反而比这些你去追消息有用的多啊。我在研究这个组合相关性的时候，自然而然的 IBM 它就出现了并不是说我去参考某一些什么消息，某一些什么大 V， 对不对？我参考那个我有用吗？你看 IBM 的这个股票，我知道它任何消息吗？我不知道。你 IBM 的基本面，商哥买的这3只股票的基本面，那是没得说我们根本不需要看消息。你有消息的时候，你就是你跑路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这周操作5月21号直接干了25股也就是6275。咱们这边持仓成本也有更新5月21号，然后22号是做了个 T 22、26号这2天也就是我在260的时候卖掉了252，然后接回来了那这个一买大家哎呀，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为什么会在这一天卖掉这一天就是一个高开低走，对不对？其实如果大家去关注这咱们的这个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图的话那我21号买了，22号就卖，那这一天很显然它是一个放量，对不对你看22号前半个小时放量，但是呢它没有冲高。但这个时候呢，尤其在前一天一个大阳线之后的第二天的一个放量，但是没有冲高但是是一个高开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我就是要做这么样一个减仓的这么样一个操作当你看到了能做操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你做这个操作，你就是降你的成本，或者是你扩大你的收益，对不对？你不要考虑什么税不税的问题这个税不税的真的是你说你花了1天时间，你如果能挣50%，我干嘛我要等1年呢，对不对？你等1年，你说不定你本来涨到了500块，然后你这1年以后你想卖的时候，它又跌回到250了，你怎么办？我如果卖了，我能跑得掉的时候，那你一定是要操作的。你如果不操作，很显然就是说你不知道要不要操作。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不动。回过头来看我这个卖的是不是很哇塞对吧咱们在下一个交易日26号的时候又接回来了，对吧？应该是过了一个周末了。那5月29号为什么减仓这2天明显有一个范围扩大你想想，这整个 IBM 这几十年都没涨过几十年有点夸张了，这几年当中都没有这么大的涨幅差不多1个礼拜涨完了全年的量30%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商哥的判断就是到了它的一个压力位商哥判断是310块钱左右所以说昨天一看冲到了340，咱就在333的减仓。昨天最高点的话327我333卖的，我应该是盘前昨天我印象盘前的时候应该涨到了有340但是这个软件的话它还是以盘中为准这也是为什么商哥大批量的买卖还是在盘中主要的买卖过程像微软IBM VZ 都是在盘中只有昨天确实是涨得比较猛咱们本身持仓量不大的情况下，在盘前咱就给它清掉清了一半，现在还剩一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IBM 做这么样一个操作操作层面。你说消息面这些东西都是滞后的呀咱们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到处，应该是半年前的这个视频，你说有用了吗？你看今天是不是就跌了，对不对？然后美伊这么一谈判一破裂，今天又跌。其实这一天我为什么没在这一天全减完呢？其实我就是判断第二天可能还会有一个很大可能性的一个冲高所以说这一天咱就只减了4股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cost basis， 对吧？现在是3524啊，咱给它更新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IBM 啊持仓的实际仓位现在已经降到了 4.91% 啊，离 14% 还差着10个百分点啊。所以说这个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只要微软不卖 ，IBM 一定会给它加上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 IBM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卖？大家要记住啊，我这个引入 VZ 和 IBM 的初衷是什么？我的相关性分析，对吧？我是要降低它的组合的年化波动率啊，我不是说我降低我的组合的收益率，对不对？我收益率是不能降的，而是我降低年化的波动率。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最关注的波动率是什么呢？当我收益率高的时候我波动大，是不是蛮好的，对不对？我直线上涨是不是好？所以我降低的波动率是一个单向的，叫下跌时候的波动率我降低的是这个东西啊。这边有一个 risk， 我的夏普值这么高吗？这不可能吧我估计是选的日期的原因啊。这个7天的夏普值有点高了，对吧？然后这个索尔提诺值更高，146啊。我们其实降的是什么啊？就是下跌的这个波动率。有一个指标索尔提诺 ratio， 大家记住一点，就是这个值越大越好。也就是说，我们下跌的波动率越小越好。我 downside deviation， 对不对？下跌 standard deviation 高一点的话，如果说是因为上涨高，那我愿意，对吧？如果说我是正常的一个平的，那也 OK 啊。但是我要降的是一个叫 downside deviation 也就是说我下跌的时候的波动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引入的这个股票，我是18号买的 VZ， 对不对？那我就到5月15号，这是我之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这大概半个月左右的这个波动当然也有一点点盈利我的夏普 ratio 是 3.8， 然后我的 Sortino value 只有8，对吧？才是个位数。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在我的下跌的过程当中，我的波动率还是蛮大的，甚至我整个的都已经来到了亏损5月12号到14号这几天，是不是很难受？所以说我引入这两个股票，这个 VZ 和 IBM， 就是要降低它下跌时候的波动率，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我这个就相当于在船里边，或者是大家盖房子的话，在房子里面加了这么一个阻尼器。当我在上涨的时候，我要把这个阻尼器就是 VZ 和 IBM我要锁定它的一部分盈利我为什么要锁定盈利呢？对吧？我不是说我不看好了，而是说我这个盈利我锁定了之后，在未来我微软，如果说我的微软波动率增大，我开始下跌了，那我锁定的盈利，我是不是我就平滑掉了微软它带来的这个下跌的损失而我们看我们的 IBM， 这一个月不到一个月，这7天就涨了 30% 我有很充足的理由，就是我要把 IBM 的这个持仓的盈利我给它锁住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果是把这个时间从18号提升到了现在29号，我这个夏普 ratio 一下子我就提高了，我Sortino ratio 也提高到了77